一个红衣女人站在某剧院的舞台中央，伴随着雪花机制造的雪花，女人宛如冰雕一样美艳动人。可实际上，女人的脖子早就被割断，并被人固定在了舞台上，直到雪花融化，尸体才被人发现。然而，当地警方对案件的侦破却迟迟没有进展，不知道凶手是谁，更不知道凶手为何要如此明目张胆地处理尸体。震惊的是，1周后，小镇的木材厂里又发现了另一具女尸。2起离奇命案的发生，让原本平静的小镇瞬间变得迷雾重重。省里还派来了专家李文协助调查。当地警方的雷队在助手的协助下，试图还原作案经过。可李文看了一眼尸体后，就推断木材厂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雷队却不以为意。尸检后得知，死者生前遭受过侵犯，其体内提取的液体还在化验中，死因是脖梗处5厘米左右的切割伤，切口非常整齐，凶手很有可能是医务工作者。尸体的血液全都被放干了。更残忍的是，凶手还割掉了女人的舌头。晚上吃饭时，李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之所以认为木材厂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是因为他早就看出尸体被放干了血液，可木材厂里并没有发现大量的血迹。另外，现场虽然没有找到死者的随身物品，但从他的残妆、手指、发型来看，死者应该是一名美发行业的从业者。雷队对此非常的不屑。这么成瘾啊，可有想象力了。然而法医却当场打了雷队的脸，因为他在死者的头发里检测出了3、4种香精成分，应该是长期混用各种洗发水导致的。再一个，右手食指的关节处还有非常厚的老茧，肯定是一个长期使用剪刀的人。雷队虽然非常的不服气，但一向好大喜功的他还是往这个方向展开了调查。他带着助手来到了镇上的洗剪吹一条街，佯装成顾客进入了一家没有托尼老师的理发店。雷队旁敲侧击地打探死者信息，可2个洗头妹除了洗头就是摇头，甚至当他拿出死者的照片时，2个妹子一看，直接就被吓跑了。雷队当场就蒙圈了。可忽然门帘后的一个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进入到房内后，果然发现了死者的照片，看来这里就是死者工作的地方。他们这才得知，死者名叫张丽丽，是一个作风不太检点的洗头妹。随后雷队就调取了理发店附近的监控，果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流浪汉，当时就要去抓捕这个流浪汉。可此时李文却提出了疑问，一个流浪汉是如何把咽喉的切口切得那么平整？着急立功的雷队哪管这些，很快就把那名流浪汉给抓了回来，紧接着就催促法医给流浪汉做 DNA 比对。没想到的是，结果竟真的和死者体内残留的液体匹配上。就在所有人为成功破案而兴奋的时候，心存疑惑的李文再次来到案发现场勘查。他站在木材上，思考自己是不是遗落了什么关键的因素。忽然听到一旁的几个工人在讨论1周前剧院冰雕女尸的案件，那起案子还没有破，有没有可能是同一凶手所为呢？带着疑问，他来到了那家剧院。那是谁呀？又是来查案的？雪花机一直开着，还摆了个造型。起初我还以为是谁在那儿唱歌呢。冰化了，水一直淌到门口台阶，我才发现了他。李文站在舞台中央，摆出了与死者同样的姿势，试图在身同感受的情况下寻找一些蛛丝马迹。果然在手指的方向发现了端倪，走过去后却发现了一个双头鸟的图案。他忽然想到，之前在木材厂女尸案现场时，地上貌似有一个被车轮压出的图案，当时他并没有在意。现在看来，地上的那个图案虽然残缺不全，但要画的应该就是这个双头鸟图案。此时李文感觉2起案件是同一凶手的可能性极大。那这个双头鸟又意味着什么呢？他找到镇上的一个老同学咨询，此人是制作佛像的师傅，对宗教一类的事情颇有见解。果然老同学看了双头鸟的图案后，告诉了李文一个故事，说这是一种共命鸟，2个鸟头轮番睡觉。有一天，其中一个鸟头醒来时，发现嘴里有一股清香，另一个鸟头说是他睡觉时吃了一种仙草，所以这个没吃到仙草的鸟头就怀恨在心，不甘心那个鸟头吃独食，于是趁他睡觉时就吃了一种毒药。就这样，2个鸟头都死了。李文不太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，但他都搞不懂的图案，那个流浪汉又怎么会懂？所以他再次查看了理发店外的监控，经过一帧一帧的检查后，果然被他发现了一个脸上纹龙画虎的男人。虽然看不太清，可显然不是那个流浪汉，但是死者体内残留的液体确实属于流浪汉，又该怎么解释呢？于是他连夜找到法医，希望能重新再做一次尸检。法医见状并没有重新尸检，而是拿出了死者的内裤。原来他早就发现了问题，虽然死者体内的液体是流浪汉的，但是内裤上的部分残留液却不属于他。那一刻，李文好像明白了什么。第2天，雷队带着流浪汉去现场还原作案经过，可流浪汉却直接趴在假人身上一顿疯狂输出。众人见状尴尬不已，雷队当时就怒斥道：“谁让你重演这个了？把你的杀人过程重演一遍！”殊不知流浪汉根本就没有杀人，急的是嗷嗷乱叫。李文看到后，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想。内裤经斑的 DNA 和手指甲内皮屑的 DNA 不符，但与阴道内的相符，凶手肯定另有其人。乞丐只是奸尸，拿走了所有的衣物，破坏了部分现场。
他还一并将双头鸟的事情告诉了众人，说2起案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，他是在利用某种古老的仪式惩戒世人，所以才故意把尸体放在公众场所。雷队等人听后是一个头2个大，明明已经要破了的案子，这下又摸不着北了。随后李文查看了被乞丐拿走的死者物品，其中竟也有一条红裙子，看来凶手还对红裙子情有独钟。接着他又和众人讨论起了案情，鉴于种种相同的因素，雷队等人也开始认同2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，但动机是什么呢？如果说双头鸟代表着他的动机，那双头鸟其中蕴含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再一个红裙子又该怎么解释呢？说到这里，李文又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那就是凶手很有可能不是在惩戒世人，而是要惩罚某个人，一个让他不惜杀害数人来解恨的人，所以才把被害者打扮成同一种模样。就在讨论进行的热火朝天之时，一名女警忽然带来了一个快递，里面竟然又是那副双头鸟的图案，众人都是一脸的蒙圈，可李文却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要死人了。事实上，正如李文所说，凶手果然又开始行凶了。同样的红衣女子，2人看似就像是老熟人，聊着聊着还慢慢关上了灯。可没一会儿，一只血手就拍在了车窗上，显然女人遇害了。而这次尸体却被放在了一个歌舞厅内。第2天，几个跳广场舞的老人围着尸体扭着大秧歌，可扭着扭着就被吓得大叫了起来。一具女尸被固定在了舞池中央，更残忍的是，4肢还全都是假肢，也就是说，死者遭受了肢解。和前2起红衣女尸案一样，死者同样是被一刀封喉，放干全身血液而死。根据舞厅老板的描述，死者是一个单身母亲，但生前时常虐待自己的孩子。听到这些的李文又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之前被忽视的线索，那就是死者都是单身母亲。于是他就开始着手调查死者的人际关系，果然又发现了一些共性，就是死者身上都有一些见不得光的劣迹。剧场冰雕女活活逼死了丈夫，木材厂女死者滥交成性，而刚在舞厅发现的女尸则是虐待孩子。奇怪的就是，为什么只有木材厂的女尸不是在剧场舞厅之类的地方发现的？出于疑惑，他就调查了一下木材厂，发现30年前木材厂原址也是一家歌剧院，这下就联系上了。看来凶手之所以要杀这些人，应该是把他们都当成了自己所怨恨的人进行报复，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已经死了。通过红裙子加上抛尸地，可以判断出凶手所怨恨的那个人很有可能是个歌手或者舞女。于是他们就调取了30年之内当地所有歌手舞女的信息，可时间久远，人数众多，一时间很难分辨出谁才是要找的人。可这时雷队忽然出现，说凶手很有可能姓尹。原来之前他在第3名死者的孩子身上发现了一个印有某种鸟的玩具，他感觉很像之前发现的双头鸟，还从孩子口中得知了一个叫尹叔叔的人。还真别说，当年的歌手中真有一个姓尹的符合年龄的女人，此人名叫尹慧娟，10年前癌症去世。奇怪的是，她的儿子尹兵在10几岁时就留下了案底。原来这个尹慧娟也曾活活气死了丈夫，甚至在丈夫葬礼的当天还和别人偷情，刚巧又被14岁的儿子尹兵撞见。尹兵当时就杀了那个男人，也因此进了少管所，后来又辗转进了监狱，直到5年前才被放出来。可母亲却已不在人世，痛恨母亲的尹兵因无法手刃母亲而愈发的变态，于是就相信了双头鸟的传说。他认为杀了和母亲有同样罪行的女人，也等同于杀了自己的母亲，而已经遇害的3个女人分别对应着弑夫、滥交、虐童等罪行。李文推断尹兵还会继续行凶，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抓到他。可找到几个登记地址后都没有发现尹兵的踪迹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警局又收到了一份快递。这次凶手不仅寄来了一个双头鸟标本预告死亡，甚至还嚣张地寄来了即将遇害的女人的照片。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下一个要遇害的女人竟然是雷队的妻子。原来雷队的妻子也在外面有人了，而且正在和雷队离婚，甚至要霸占孩子以及所有家产，刚好符合劣迹女人的标准。雷队得知情况后，立马赶回家中，可妻子早就不在家里了。就在他不知该去哪里寻找的时候，一名女警看着双头鸟的标本，说好像在动物园里看到过类似的鸟。李文立马通知雷队，并也动身前往动物园。而此时雷队的妻子也真的和凶手一起出现在了动物园里。他只知道自己出轨的对象是动物园里的一名兽医，并不知道他是个连环杀人犯。看着笼子里的老虎，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羊入虎口了。果然没多久，他就被凶手给绑在了浴缸里。与此同时，李文已经找到了动物园，他试着往阴暗的地方寻找。而此时的凶手正准备割喉放血，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动静，原来是李文踩到木梯上发出的声音。这刚巧暂时救了雷队的妻子一命。很快，李文找到了这间房内，看到了躺在浴缸中的女人。就在他上前查看的时候，凶手却拿着刀出现在了他身后。好在他看到了墙上的影子，转身开枪射击，但是没有打中，还让凶手给跑掉了。在附近的雷队闻声赶来，他让李文先送妻子去医院，自己去追凶手。可李文这边刚开车离开，忽然就撞到了一个人，下车一看，竟然是凶手尹兵。接着李文就被偷袭打倒，好在凶手并没有杀他，因为他只杀那些有劣迹的女人。就在他拿着刀缓缓走向雷队妻子的时候，突然一声枪响传来，是雷队及时赶到了。最后尹兵成功被捕，笼罩小镇多时的迷雾也终于散去。